五一假期，相亲对象花30秒否定了我。江招娣，你给我介绍的是啥呀？后来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司春招的面试名单里，而我是决定最终过不过的人。你是袁小刚，你就听妈的，穿这身准没错，低调点儿，再挑就真没人要了。知道了。你好，你是袁小刚吧？我是江河。不用点了。你觉得我喝得下去？我可是名校硕士，年薪50万。你侄女这长相……相亲对象花30秒否定了我，真晦气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怎么样？不合适。合不合适是你说了算的，人家什么条件你什么条件？我是让你穿低调点儿，但你也不能一点也不收拾吧？跟你说了多少次把头发散下来涂个口红，你就是不听。妈，人家根本没给我说话的机会。那肯定是你不会表现。隔壁小韩比你小2岁，孩子都会跑了。江河，你上点心吧。30岁的女人在相亲市场上一文不值。是吗？一文不值。我知道了，你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做。下周的面试名单发过来了。袁小刚？我袁小刚可是名校硕士，年薪50万。哼，名校硕士，期望薪资28万，跳槽来拿28万，有意思了。这个假期好像突然有意思了。江河，听说你昨天相亲没成？哎，别提了，人家嫌他不打扮。女孩子不打扮自己怎么行？你看你表妹，每天出门至少1个小时化妆。小刚的条件真的很好，名校硕士，2套房，公司高管。姑妈，他看不上我。那你就得让人家看得上啊！你看你一年到头就知道上班，你那工作1个月挣几千块，有什么好忙的？几千块，我上个月薪资到账47万，季度绩效奖，但这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不是我不想说，是说了他们也不信。妈，我升副总裁了。什么是副总裁？管几个人？工资涨了吗？涨了不少。涨了就好，赶紧存起来，将来当嫁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提过工作的事。这是你这孩子没规矩，长辈说话的时候玩什么手机？江河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就是，我们是亲人，我能害你吗？对了，江河，明天小刚家要办生日宴，你去不去？他妈特意让我问的，说可以见了你再看看。再看看。袁小刚看不上我的脸，他妈也看不上，但是愿意再看看，多大的恩赐。我明天加班。放假还加什么班？你那个破公司。妈，我真的有事儿。行了行了，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等以后熬成老闺女嫁不出去了，我看你找谁哭去。我吃饱了，大家慢慢吃。江河，你再考虑考虑。硕士学历，这倒是真的。袁小刚，男，25岁，瑞星科技的诱聘者，不是项目经理，是项目专员。专员和经理可是差了整整2级。袁小刚，你的故事里到底有多少是真的？瑞星科技位于 CBD 中心写字楼的29层。虽然不能参加袁小刚家的生日宴，但是我可以当他的面试官。江总好。江总，今天一共11场面试，您负责中面的有6场，下午2点到6点，名单在这儿。袁小刚的面试排在下午4点。唐颖，运营总监这个岗位出面谁负责？赵磊 ，HR 面之后直接到您这边中面。
袁小刚这个人出面情况怎么样？赵雷给的评价是表达能力强，项目经验丰富，但有一条备注。什么备注？赵雷写的是简历上部分经历描述与追问细节有出入，建议终面深挖。有出入？帮我查一下袁小刚上家公司华盛集团的离职信息，走正式背调渠道。现在就查，还没发 offer 呢，先查。好的。袁小刚，你大概还不知道今天面试你的人是谁吧？江总，袁小刚的背调结果出来了。袁小刚入职时间2022年3月，职位项目专员，离职时间2024年10月，离职类型公司辞退。公司辞退？对，不是主动离职，不是合同到期，就是被辞退。辞退原因呢？对方说涉及内部事务，不方便透露，只确认了一点，非绩效原因。非绩效原因被辞退的选项可不多。江总，既然他有问题，那下午的面试照常，一切按流程来。好的，江总。江河，小刚妈说你昨天没去参加生日宴，道歉态度好一点。道歉？袁小刚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他口中那个带出去丢人的女人，现在就坐在29楼的办公室里，桌上摊着他的背调报告。进，你是袁小刚？是你？袁先生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副总裁江总。江总好。袁小刚是吧？请坐。谢谢。看来他完全没认出我，不过也是，几天前的我穿着那身白色 T 恤，是素面朝天被他嫌弃的相亲对象，而今天的我，西装、盘发、淡妆，是他的面试官。江总您好，我是袁小刚，有3年的运营相关经验。你在华盛的职位是？项目经理。带过多大的团队？15个人左右。项目预算大概在什么量级？年度预算800万到1200万。江总，您笑什么？你回答的真流利，像特意背过。江总您说笑了，我非常想进入贵公司，所以提前做了很多准备，希望您不要误会。你在华盛主导过一个供应链项目，那个项目具体的 KPI 是怎么拆的？主要是按季度拆解 ，Q1 侧重供应商筛选 ，Q2 进入试运行。你们供应商筛选的评分模型用的什么？综合评分。综合评分的权重是怎么分配的？成本、交期、风控各占多少？大概是4吧。大概？一个真正主导过这个项目的人不会用大概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从华盛离职？个人发展原因，我想换一个更大的平台。华盛的平台不够大吗？当然大，但我觉得瑞星科技去年瑞星拿了 B 轮融资，估值20亿，我一直在关注。好，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，结果会在1周内通知。谢谢江总。这个蓝色耳环，我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？不可能，瑞星的副总怎么可能会是那天那个土包子？肯定是我想多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江总。江总，冒昧问一句，运营总监这个岗位一共几轮面试？3轮，你这是最后1轮。看来他真的全程没有认出我。也是，在这样自傲的人眼里，一个穿白色 T 恤的相亲对象和一个坐在29楼办公室的副总裁，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汤颖，袁大强的背调在深挖，我要他离开华盛的全部细节，越详细越好。儿子，面试结果怎么样？当然没什么问题，以我的工作能力，
怎么可能通不过面试？就是感觉那副总品味不怎么样，戴的耳钉跟前2天来和我相亲的土包道一模一样，土里土气。妈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江招娣给你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，好像就在你今天面试的公司上班。千真万确，江招娣亲口跟我说的。儿子，要不你俩再见见？行吧，那我就再见见吧。你让江招娣安排一下。这就对了，妈这就去给你张罗。江总，袁小刚的补充备调出来了，涉及职场行为不当，经内部调查后予以辞退。具体是什么行为？说是袁小刚长期骚扰一个女同事，言语加肢体，那个女同事忍了半年才举报。长期骚扰，忍了半年，有实锤吗？那边公司说内部文件不方便透露，但可以出具非正常离职证明。联系一下那个被骚扰的女员工，就说我们想做入职备调，态度要客气，证人证物一样不能少。那女员工应该会配合我们。好的，江总。项目专员不是项目经理，年薪15万上下，不是50万。被辞退不是主动离职，原因是骚扰女同事，太可笑了。这就是那个坐在咖啡店里嫌我丑、嫌我不化妆、嫌我带出去丢人的男人。江河，好消息！小刚妈说，小刚回去想了想，觉得你人还不错，可以再了解。他都说了，小刚最近工作忙，之前态度不好，是因为压力大。他怎么突然改主意了？让你别往心里去。这不，他现在一闲下来就提出和你见面了。工作忙，他都失业3个月了，我怎么跟他结婚啊？江河，你就听姑妈的，这周末再出来见一面，这次打扮漂亮点。姑妈，我再想想。还想什么？你都28了。姑妈，我开会了，先挂了。他为什么突然改主意？这可不是他能说出来的话。任何人只要搜一下瑞星科技，都能看到这张照片。听姑妈刚才的口气，袁小刚应该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才想再和我见一面。袁小刚，等我把你之前在公司做的丑事查完，我们再来好好说个清楚。江河，你姑妈说了，小刚愿意在周末再抽时间和你见一面，人家都主动了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不去。为什么？说过了，不合适。江河，到底有什么不合适？人家名校硕士。妈，他嫌我丑，当着整个餐厅的面说我丢人。那你确实也没打扮，你自己不打扮怪谁？妈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不说那个意思。但你一个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亮的，他不就不会再说什么了吗？妈，我累了，先去休息。江河，江总，华盛那个女员工愿意聊。好，那就让所有人都知道。白小姐，谢谢你愿意来。江总，不用客气，我真的不希望他再害别人。好，不用紧张。现在你可以和我说说他都做了什么。出了这种事儿，你和领导说过吗？我跟组长说了，组长说他就那个性格，让我别太敏感。别太敏感啊，我也听过这句话。在职场这么多年，类似的句式我听了无数个版本。别害怕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后来他又做了什么？后来，他变本加厉。你干什么？我推开他了，他却说：“我看上你是给你面子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你别过来！你让我不过来就不过来。白若瑄，
你要是不当我女朋友，我就告诉全公司是你故意勾引我。你猜他们会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？我是忍了半年才敢举报的，因为他在部门里人缘好，会说话，我怕没人信我。后来公司调查了吗？调查了，调了监控，找了目击者，确认之后就把他开除了。你手里有证据吗？聊天记录或者当时的监控截图？有。聊天记录我全截了图，还有他发给我的那些恶心的消息，一共137张截图。半年，137张截图，每一张都是一次忍耐。白小姐，我能不能复制一份？江总，你们公司是不是要招他？华盛的背调报告，白若萱的137张截图，还有袁小庚简历上每一处造假的对比清单，全都整理好了。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揭穿袁小庚所有的谎言。江总，袁小刚那边在催面试结果了，他说等得很着急，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结果。告诉他本周5给最终答复，面对面。面对面？对，让他周5下午3点来公司，告诉他是最终沟通环节，亲自谈谈。照做就行。好的，我这就回复他。袁小刚，你在相亲桌上只用了30秒就否定我，我查你花了1周，够公平。江河回来了，这是小刚妈妈刘阿姨，人家专门来看你的。哎呦，这就是江河啊，长得真俊，真精神。俊，你儿子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没礼貌，快跟刘阿姨问好。刘阿姨好。好好好，快坐快坐。江河，上次是小刚态度不好，阿姨替他跟你道个歉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其实我们家小刚就是嘴巴笨，心眼不坏。嘴巴笨，心眼不坏，长期骚扰女同事，伪造简历，这叫心眼不坏？小年轻的互不了解嘛，没事的，多见见就好了。我们家江河就是工作太忙了，平时也不爱打扮。就是，我一看照片就觉得好，朴素大方。什么照片？我知道了，是妈和姑妈把我的信息告诉了刘桂兰。江河啊，阿姨跟你说实话，小刚这孩子最近刚换工作，压力大。他是被辞退，不是刚换工作。但他心地好，能吃苦，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你们年轻人多接触接触，阿姨看好你们。只要你进了我们家的门，阿姨一定把你当亲闺女对待。我也满意小刚，这孩子条件好，人也精神。你看刘阿姨都亲自来找你了，你怎么说？刘阿姨，谢谢你来这一趟，但我和袁小刚确实不合适。你这孩子怎么……江河，刘阿姨是你长辈，你什么态度？我们家江河这是觉得小刚条件太好，客气客气。妈，我说的不是客气话，是真的不合适。不合适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小刚哪点配不上你？他名校硕士，家里2套房，年薪50万，你一个28岁的老姑娘。袁小刚哪点都配不上我，他人品有问题，并且并不尊重人。人品有问题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家小刚人品有问题？你才见了一面，你知道什么？啊？你该不会是被小刚拒绝了，所以故意说他坏话吧？您儿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您自己心里清楚。行了，江河，你赶紧回房间去，别在这丢人了。刘姐，你别生气，他就是这个脾气，我回头说他。刘阿姨这么远过来，喝杯茶再走吧，我先回房间了。江河，你这种眼高手低的小姑娘我见多了，等我儿子通过面试，只要他一句话就能让你丢工作。那我等着。刘姐，你别生气，我闺女就是一时没想开。你闺女什么态度？回头我让她跟小刚吃饭道歉，我出钱行不行？我们小刚能看上她是他的福气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是我没教好，刘姐你消消气。我第一次因为这件事这么生气，不是因为刘桂兰，是因为我妈。她从头到尾没有问过我一句，小刚上次那样对你，你难不难过？她只问你去不去，你怎么说？你什么态度？好像我是个待售的商品，被退货了还得笑着重新上架。江河，
开门，妈跟你说两句。我累了，想睡了。你开门，妈又不骂你。刚才刘阿姨在，妈不好说你。现在她走了，你跟妈说说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说过了，就是不合适。妈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把你女儿塞给别人，连对方是什么人品都不关心吗？人家是你姑妈亲自牵的线，人品怎么可能有问题？袁小刚条件这么好，你就算不满意，也不能把人家妈顶回去啊！你这样让我怎么跟人交代？行了行了，你先歇着吧，明天再说。江总，周五一切准备就绪。那就周五看看没工作的会是谁吧。袁小刚此前投调了14家公司，其中包括华盛等几家同行业公司，瑞鑫是唯一一家给他发了 offer 的公司，其他公司全部在初筛阶段就将他拒绝了。14家全被拒，那他是怎么来面试的？他是通过内推渠道进来的，免了初筛。韩明，这个名字有点眼熟，查到了，韩明是销售3部的员工，入职2年，他们是大学队友关系，原来是靠这个关系进来的。韩明最近有什么动态吗？上周韩明在销售群里提过一次，说推荐了一个朋友来面试运营总监，这哥们儿是大牛，能来是我们赚了。大牛，一个被开除的项目官员，一个简历全是假的人，能来是我们赚了。唐颖，把韩明传来谈话，我要当面问问他，对他这位大牛舍友到底了解多少。江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韩明，你推荐了袁小刚来面试运营总监。是的，江总。既然你推荐他，你对他了解多少？我们老熟人了，他是我大学4年室友，能力很强，之前在华盛做得很好。做得很好。他在华盛的职位是什么？项目经理。你确定？他跟我说的是项目经理，他没理由骗我。项目专员，他不是项目经理吗？还有，再看这个，辞退原因：职场行为不当，长期骚扰女同事。他不是主动离职，是因为长期骚扰女同事被原公司辞退。被辞退？江总，这我真不知道。韩明，你知不知道，虚假推荐在公司是严重违规？江总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撒谎。袁小刚是我哥们，他主动从公司离职了，所以我才把他推荐过来的。所以，你连基本核实都没做。行了，这次算你不知情，下次再有类似问题，你知道后果。谢谢江总，您相信我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这种人。回去吧。接下来在周五之前，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。白小姐，有件事想跟你确认一下。除了你，还有没有其他女同事被他骚扰过？有，我认识的还有2个，一个是前台的小女孩，还有一个是刚来的实习生，她经常利用职务之便，3个人至少也有3个。那2个女孩你还能联系上吗？前台那个女孩我有她的联系方式，实习生不确定，我试试找一下。我记得她当时留过一个备用号码，我翻一下通讯录，方便的话帮我联系一下他们。我需要你们提供一份书面证言，不需要你们出庭，只需要签字确认袁小刚的骚扰。好，江总，我尽量试试。袁小刚，你不知是嫌我丑，你嫌所有你看不上的女人丑，你以为你可以玩弄所有人于股掌之间。明天下午3点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不是你想怎样就怎么样的。江总，袁小刚到了，在1楼前台等着。让他上来，会议室 B。好的。华盛集团的背调报告，袁小刚简历与事实的对比表，白若欣的137张聊天截图的打印件，还有华盛集团那个前台女孩补充的书面证言。袁小刚，这些证据足够把你按死了。我一定如实回答。你在华盛的职位是项目经理还是项目专员？项目经理，我是后来转岗到经理的。什么时候转的？2023年年中吧。有转岗的正式任命文件吗？应该有吧，我不记得具体编号了。江总，不是谈薪吗？需要问这么细吗？这是华盛集团 HR 部门出具的离职证明，入职至离职，全程项目专员，没有任何转岗记录。这个应该是人事那边的系统没更新吧？大公司嘛，经常有这种事儿。好，第2个问题，你的离职方式是主动辞职还是被公司辞退？当然是主动辞职，我想换一个更大的平台。
那为什么华盛的记录显示你是被公司辞退的？而且辞退原因写的是职场行为不当，长期骚扰女下属。这是华盛内部的事，你们凭什么？你们凭什么？第3个问题，你在华盛就职期间是否长期骚扰过一名女同事？我没。当事人白若萱，你曾经的同事，这137张截图全是他提供的。这是断章取义，他胡说八道，你这是诬陷我！你要看看第2份证据吗？华盛集团前台员工的阐述，被你触碰身体后主动辞职。还有一位实习生，你把他堵在楼梯间，试图猥亵他。他实习期没满就走。我想，被你骚扰过的女员工应该不止这几个。袁小刚，你的简历上职位是假的，离职原因是假的，年薪是假的。你在华盛集团3年，唯一真实的记录是3次对女同事的骚扰。江总，我可以解释，这些都是误会，我能解释清楚。不需要。江河，你是不是对我有点意见？是因为我面试的时候哪里得罪你了？你故意整我？你不记得我了？5一那天，城东那家咖啡厅，你坐下30秒就走了。走的时候，你给我姑妈发了条语音。我袁小刚可是名校硕士，年薪50万，你侄女这长相，我带出去不嫌丢人吗？你说这长相我带出去不嫌丢人吗？你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是那个土包子？袁小刚，你看清楚，那天那个穿着白色 T 恤的女人，就是现在坐在你对面的。我那天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我是瑞星科技的副总裁。如果你知道了，你还会说那句话吗？江总，你听我说，那天是我不对，我嘴贱，我给你道歉行不行？道歉？你该道歉的对象不是我，是白若薰，是那个前台的女孩，是个实习生。这每一个被你用30秒否定的人，我以后改，我真的改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江总，求你了。机会我给过了，3轮面试就是你的机会。袁小刚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的面试结果不予录取，简历严重造假，背景审查未通过。不，你不能这样。以上内容会同步给你投递过的其他公司。我们这个行业圈子不大，你知道的。江河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对你就是因为相亲那天我说了你几句，你故意整我，你公报私仇。公报私仇？袁小刚，我用了整整1周走正规背调流程，核实了你简历上的每一条信息。我约谈了你的前同事，获取了你的离职记录，查证了你的真实经历。就因为当时我说的那几句，你就这么报复我？不是因为那几句，这里面每一步都合法合规，每一份材料都有签字盖章。就算没有相亲的事儿，以你的能力，也一样通不过面试。你这不叫公报私仇，叫专业。唐颖，送客。袁先生，请。一个谎言搭建的世界，在5分钟之内塌了。他终于知道害怕。这种人就该被这样惩治。我估计袁小刚短时间内应该找不到工作了。袁小刚不是瞧不起女人吗？他迫害这么多人，到头来终究还是被自己轻视的女人反噬。痛快！江总，你是没看见他刚走出去的样子，腿都是软的。把这里的材料整理好归档。好的，江总。江河，小刚妈打电话哭着跟我说，你在公司把小刚的面试早黄了，还翻他的旧账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姑妈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人家小刚妈都说了，你故意刁难他，让他面试没过，还威胁他。你一个普通员工，你哪来的这个胆子？刘桂兰打电话来，骂了我半个小时，说你在公司欺负他儿子，你都干什么了？我说了，事情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
袁小刚没能通过我们公司的面试，是他自己有问题，和我无关。你就别糊弄我们了。小刚妈都把事情跟我们说了，说你是记仇，故意害得小刚面试失败。小刚条件这么好，你错过了上哪儿找去？你赶紧给人道歉，把事儿圆过来。是啊，江河，你姑妈也是为你好，你别因为一点小事就闹成这样，赶紧跟我们去道歉。你姑妈也是为你好，你别因为一点小事就闹成这样，赶紧跟我们去道歉。妈，袁小刚简历造假，因为骚扰女员工被上家公司开除，这些你们知道吗？骚扰？对，至少3个受害者，我手里有聊天记录和书面证人，证据确凿。这我不知道啊，他妈跟我说的不是这样。姑妈，你连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都不知道，以后介绍对象麻烦先查清楚，别光看硕士和50万。另外，以后你们都不要再给我介绍对象，我说了多次我不需要。如果以后谁再给我乱介绍对象，别怪我不顾亲戚情分。江河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势了？我一直这样，只是你从来没了解过我。行了行了，今天这事儿都是个误会，我哪能想到那个刘桂兰吹得天花乱坠的儿子是个骗子。江河，姑妈下次给你介绍更好的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一个小职员怎么知道这些？什么背调证据的？妈，我不是小职员，我是瑞星科技的运营副总裁，年薪加绩效超过200万。3年前我跟你说过，你不信。江河，不是妈说你，你也该找个对象了。你都20好几了，只拿这点死工资不成家怎么行？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已经升公司副总裁了。你什么不缺钱？你工资再高，高到哪儿去？妈不是让你把钱攒着当嫁妆吗？你攒了吗？200万，200万！查到了你的身份。对，他们知道我在这家公司上班，以为能利用我帮他儿子站稳脚跟，只是他们不知道我是副总裁，他们以为我就是个小职员，好拿捏。妈不知道这些。你知道他当初怎么说我的吗？他说这长相我带出去不嫌丢人。妈，你让我嫁给他，嫁给一个嫌我丢人的人。我不知道他是这种人，我以为他就是条件好，说话直了点儿。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。妈，从小到大你操心我的婚事，怕我嫁不出去，但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工作开不开心，活得累不累。你觉得女人30岁不结婚就一文不值，但我28岁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房子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从来不是一文不值。是妈以前糊涂，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妈总觉得女孩子得嫁人才能幸福，没想到其实你自己就过得挺好。妈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妈以为你嫁不出去，是我没尽到责任，现在我才明白，是妈没看懂你。妈以后不催你了，你想怎样就怎样，妈只要你过得好就行。江总，我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把那些事情散播出去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求你了，给我一条活路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怎么不觉得自己有错？居然把我拉黑了，江河！啊！那天我一个人走在街上，觉得这4个字很滑稽，但现在不觉得了。不是因为赢了袁小刚，毕竟，而是因为我妈终于问了我一句过得好不好，这比什么都值。闺女，妈今天跟着你来公司，不会打扰你工作吧？江总早。江总，走吧，妈。江总早，江总，今天的会议材料已经放您桌上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阿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江总，袁小刚的事儿火在行业 HR 群里，限度真实暴涨，他就组织和行业 HR 群里传开了。知道了，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。
什么事儿啊？又是那个袁小刚？没什么，妈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办公室。妈今天才知道你这么厉害。江河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干的好事儿！江河，刘桂芳他们怎么来公司找你了？这可怎么办呀？没事，妈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女士，这里是办公区域，请您别拦我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见不到江河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袁小刚，我之前已经把话和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们现在又是在干什么？好啊，江河，你还敢主动站出来，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这个女人仗着自己是副总，打击报复相亲对象。我儿子要能力有能力，要经验有经验，就公报私仇，把他面试搞黄了。不可能吧？江总不是这种人，人家都闹到公司来了，谁知道呢？要我说，女人太强就是祸害，心肠这么毒，难怪嫁不出去。28岁的老姑娘了，还在这装什么成功人士？袁小刚，你说呢？是我打击报复你吗？江总，做人留一线。我求你不要散播那些文件，你却还是这么做了。你把我的事散播到行业群里，你够狠的。不是我散播的。不是你还能有谁？除了你，谁有那些材料？管你信不信，我女儿说不是她，就不是她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自己干了那些龌龊事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装的人模狗样的，一开始连我也给骗了。骚扰女同事才会被开除，年薪15万装50万，你还有脸来闹？你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！我女儿可都告诉我了，她手里有证据，100多张聊天记录，还有人家女孩子的证人，你要不要当面对质？好，你们母女俩合伙欺负人是吧？江河，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想干什么？这里是公司，请你们立刻离开。什么人啊，来我们公司撒野！儿子，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人是吧？要干什么？你们要是觉得我们欺负人，可以报警。小刚，要不今天就先算了，走吧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，走。放心，你们不会再有机会进入这栋大楼了。江总、阿姨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谢谢大家。那不是刚上去闹事的吗？听说简历造假，真是没脸没皮。那个江河也太狠了！行了，别说了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我的工作没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儿子，江总，谢谢你今天来见我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好事要告诉我？我已经从华盛离职了，拿到了新 offer， 是一家公司的市场专员。恭喜你，这是好事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跟你说，袁小刚的事情是我散播到行业群里的。我知道你做的对，真的谢谢你，江总。我存了那么久的证据，一直不敢发，是让我知道做错事的人是他，不是我们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还在那个地方继续默默忍着。你该谢的是你自己，是你保留了那些证据，是你敢站出来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我以前觉得是自己太敏感，现在我知道不是我的错，从来都不是你的错，从来都不是。我知道这一刻，眼前的女孩终于和曾经的自己和解。妈，你在干嘛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我在家庭群里怼人呢。我女儿年薪200万，你儿子月薪5000，谁给你的脸编排他？还介绍这么烂的对象给我家江河？袁小刚都上新闻了。妈，你也太霸气了吧，群里都没人敢说话了。
你二舅妈刚才还特意打电话来道歉了，说以后不敢编排你了。以前就她最能说，什么女孩子不打扮自己怎么行，什么嫁不出去愁人，我早就想怼她了。妈，你怼人的样子真帅。妈以前就是太闲了，才老盯着你结婚的事儿。现在妈想通了，你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比那些结了婚过得一地鸡麻的人强多了。谢谢你，妈也要谢谢你，愿意再给妈妈一个机会弥补你。28岁那年，我终于明白，一个女人最大的体面，不是嫁给了谁，而是她终于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